你知道奥运游泳比赛为什么还要设置救生员吗？这个岗位啊，之前还被大众调侃为世界上最没有用的岗位，因为大家都以为奥运的游泳选手啊，全部都会游泳，根本就不需要救生员。那为什么还要设置救生员呢？在这背后啊，有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因为世界上真有一个人差点淹死在奥运会的游泳运动比赛当中，他的名字叫埃里克，是赤道几内亚的一名游泳运动员。赤道几内亚是非洲中部的一个小国，人口不多，也从来就没有获得过奥运金牌。然而在2000年悉尼的奥运会上啊，赤道几内亚当时拿到了一个男子游泳比赛的名额，但问题在于，这个国家根本就没有专业的游泳运动员，于是他们只能临时向全国去招募。就这样，在2000年，赤道几内亚一共找到了4名游泳运动员，但是这当中啊，没有一个人会游泳。其中呢，就包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埃里克。在凑齐了11个人的代表团以及4名运动员之后呢，他们就经过了简单的训练，然后就踏上了前往悉尼的征途。在住进了奥运村以后，代表团长就宣布了一个好消息跟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呢，因为埃里克呀个子是4名运动员当中最高的，所以呢他就担任了开幕式的旗手。而坏消息是，因为啊经验有限，赤道几内亚的工作人员在报项目的时候似乎出了点问题。他们一直以为啊自己报的是50米的游泳，但实际上他们报的是100米的自由泳。而最坏的消息，埃里克的游泳是刚刚才学会的，他只能够游50米，游不了100米。因为当时赤道几内亚呢国家很小，而且很落后，全国连一个像样的游泳场都没有，所以他只能够在一个酒店的20米的小泳池里面来进行游泳的训练。当他被领进了巨大的悉尼的游泳比赛的场馆时，埃里克站在池边半天都说不出话来，活了22年才第一次看到标准的泳池。到了比赛那天，埃里克一出场，当时观众呢就哈哈大笑，对手们全都是全副武装，一身连体泳衣，而他却穿了一件长 T 长裤就走进了赛场。原来啊，他们国家连游泳衣都没有为运动员准备。幸好当时一位好心的南非教练借给他一条多余的泳裤，于是他就穿上了这条很不合适的泳裤上了场。但后面的故事啊更加具有戏剧性，因为抢跳，他所在的小组当中的另外2名运动员被取消了比赛资格。对于埃里克来说，这是天大的好事，于是呢他就成了小组唯一的运动员。按道理来说应该直接晋级了呀，但因为是外卡赛，情况呢又实在特殊，于是奥委会讨论后决定，埃里克必须独自完成100米游泳，如果时间能够在1分10秒之内可以晋级半决赛。这个时间对于普通游泳运动员来说并不太难，但是对于埃里克来说啊，那是几乎没有办法去完成的，因为他只能够游50米。就这样，伴随着第2次的发力，埃里克一个人就跳下了泳池，朝着这个目标啊开始游了。和其他运动员矫健的身姿不同，他全程是四肢非常不协调的，笨拙的仰着头，大口的喘息。前50米的动作还行，姿势呢还算是比较标准，速度也不算是太慢。可后50米体力下降，因为紧张甚至忘记换气的埃里克开始减速了。最后20米，他甚至一边打扑腾一边努力向前，以极慢的速度向前蠕动着，差点啊就淹死在了泳池里。这个时候呢，现场所有的观众啊都纷纷的站了起来，为他加油鼓掌，他才勉强完成了比赛。在比赛结束后，埃里克回忆说呀：“我告诉自己，我要继续努力完成比赛。我知道整个世界都在看着我，都在看着我的国家，我母亲、姐姐还有我的朋友，为了他们，我也要继续完成比赛。”最后，埃里克的成绩为1分52秒72。诞生了奥运会男子100米自由泳最慢纪录。这个纪录有多慢呢？那年的金牌得主叫霍根班德，他的成绩是47秒84，这个时间能够让他游2个来回，然后再上岸换好衣服。但埃里克呀，虽然说游得慢，但他享受的待遇完全跟金牌是没有什么两样的。整个观众席全部都沸腾了，许多观众都自发的坐起来。许多观众都自发地站起来为他鼓掌，用雷鸣般的掌声向这位精疲力尽的黑人小伙来致敬。
就连飞鱼索普都全程旁观了他的表现，并很严肃地认为，这才是奥林匹克真正的精神体现。奥林匹克最重要的不是获胜，也不是征服，而是全力以赴。埃里克在泳池里差点淹死的事件发生之后，奥运会游泳比赛就增设了一个新的岗位——救生安全员。截至今天呀，赤道几内亚已经有很多名的游泳运动员了，在国内也建起了2个50米的标准泳池，而埃里克后来却成为了一名工程师，同时呀，他也是赤道几内亚国家游泳队的教练。遥想多年前的中国，也有很多为了代表中国站在国际舞台上而孤身一人踏上征途的我们自己的前辈们。1932年，我国短跑运动员刘长春孤身一人漂泊20多天，远赴万里参加洛杉矶奥运会，没有团队，也没有同胞的掌声跟欢送。当日，国内的报纸上写道：“我中华健儿此次单刀赴会，万里关山，此次国运艰难，愿诸军奋勇向前，愿来日我等后辈远离这般苦难。”很幸运，今天的我们做到了。